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现在呢在我的新工作室。那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整体的这个风格怎么样啊？全部按照我个人喜好来装修的啊。那么可能大家看的这个整体感觉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那实际上呢，这里边也是带餐厅的，有餐厅的这个空间但是呢，我是不会对外营业的了啊。就是可能最后他这边我给他想了一个名字，就是瑞的。比如说美食研究室，那这边的职能主要就是做一些，比如说研究一些什么东西好吃什么东西可以用什么更好的方法去做呀，然后我们可以请一些我们厨师的朋友、厨师的 UP 主，然后请一些我们美食 UP 主或者其他什么区的 UP 主一起拍节目、一起玩啊，我觉得特别好现在是11月初我是希望应该是在11月，反正上旬吧，尽量能把这个地方全部处理完，能让它用起来说到11月马上就要双11了，同志们，是不是老瑞的淘宝店，瑞的国际烧烤摊呢，买200减25，所以你这个是想吃肉呢，我觉得是下手的最佳时机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草饲、谷饲都有好，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我个人认为特别值得骄傲的工作室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烤炉那这个烤炉呢是阿根廷炉，也叫做圣塔玛瑞亚炉的原型机，是慢烤大师这个品牌给我的。那么这个烤炉呢，我之所以把它放在工作室这个正中央这个位置，可以说是绝对的 C 位因为我以后经常会用到这个烤炉。那么这个烤炉呢，它好用在是它是靠这个转轮，大家看到没有？是这样抬升下边这个烤盘。那也就是说，我在不需要很高温度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把这个烤盘给它抬起来。那需要高温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它放下去。这个我可以继续用这个碳去焦化了，所以非常方便。所以我一直想有这台炉的，所以跟这个慢烤大师大致我们一商量一下原型机拿到我这边，再让我测试一下。然后这个就商用的抽烟机，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是吧？然后我也准备了，万一我要煎牛排的话，这边燃气灶也有。这边这个是可能有些小伙伴也知道，纽伦堡的单面居炉或者叫上火炉也是放在这儿，然后一台大的一台小的，到时候都好用。大家看中间这个空的这个地方呢，是放那个慢烤大师的那个陶瓷炉，我就是定了一台，特别定制了一台27寸的超大的这个炉子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慢烤的就在这里。这个我买了一个保温箱蓝色的保温箱，这个后边我们到时候要做慢烤的时候经常用到它。好，走过来，这个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一个东西这是一个全透明的冷柜，或者你叫它一个厨房间也可以玻璃都是可以加热的再加热所以不会发气。那么这个冷柜我给它设计的还是挺冷的，这个温度呢是0到4度的这么一个温度区间。那么后边这里边我到时候挂的全部都是牛肉，这边也会摆一些熟成的这个牛肉放在这边那么后边呢，我准备做的是把整个的牛背脊一排一排全部吊在这儿，整头牛半4分体2分体我们都会吊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些熟成的，包括后面大家可能知道奥地利小胡之前做的佛罗伦萨牛排，我也要做，终于有机会了，同志们。这边还是挺凉的好的，这个冷柜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反正里面到时候挂的全部都是牛肉也不一定都是牛肉，也可以有其他的肉。熟成呢，后面也是要做的，因为我的这个地方呢，大家看着空了一面墙这个地方一个是红酒柜，然后就是一个2开门的大的熟成柜那这个熟成柜我后面也会做一些熟成的，不光是牛肉，各种熟成的肉类试一下包括我觉得有些熟成猪排15天的也很好吃，对吧？大家没吃过吧？尝试一下那这个呢，就是我的大烤炉了，也是我的梦想之一那么这个呢，整个这片就是我工作室的，应该说是外景吧。这个烤炉全长是6.2米，宽1.2米，那高度呢肯定是好像大家看的比我还高。烟囱还没有装上，烟囱我做的是可以拆卸的。那整个烤炉重量是3吨。设计呢是反正咨询了国外的很多大佬他们给的意见，但是确实做出来以后是非常巨大的，看着真的就跟个火车头差不多。现在呢还缺一个雨棚，有了雨棚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那后边应
应该就有更多的题材以前没有尝试过的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所以 OK， 那这一期呢，一个小小的介绍我们就做到这儿了。希望呢下一期节目我们就在新的工作室里见了啊。OK， 那好吧，那这期就先到这儿，拜拜。Lucky, lucky me.